震惊世界的俄罗斯雇佣兵瓦格纳集团所发动的军事叛乱，在白俄罗斯的斡旋之下闪电落幕。24号晚间，随着瓦格纳集团负责人普里戈任退兵，前往到白俄罗斯，俄方也取消了针对他的刑事立案。这次受影响的俄罗斯南部各地逐渐恢复平静。不过，也有分析指出，这一事件虽然迅速平息，但造成的政治影响可能是持续且巨大的。 24号晚间，普里戈任率领瓦格纳部队由警方护送，连夜从俄南部城市顿河畔罗斯托夫撤离。当地民众鼓掌欢送，有人高呼感谢。有民众抓住时机，与坐在车内面带笑容的普里戈任合照留念。瓦格纳部队的坦克也一并运走。За это время мы не пролили ни одной капли крови наших бойцов. Сейчас наступил тот момент, когда кровь может пролиться. Поэтому, понимая всю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ь за то, что будет пролита русская кровь с одной из сторон, мы разворачиваем свои колонны и уходим в обратном направлении в полевые лагеря согласно плану. 随着瓦格纳集团撤兵，顿河畔罗斯托夫在25号凌晨逐渐恢复平静。不过，在当地的俄军南部军区总部大楼附近，仍停有军方的装甲运兵车，还有警察在附近执勤。同时，俄公路局宣布已取消叛乱期间在罗斯托夫、利佩茨克等地区采取的交通管制措施。媒体报道说，24号瓦格纳武装控制顿河畔罗斯托夫时，火车站一度挤满乘客，急着离开当地。据称，车票发生短缺，而从莫斯科出发的航班售票也一早告罄。另据法新社25号报道，俄罗斯沃罗涅日州州长表示，瓦格纳集团武装人员当天离开该地区，而原定的26号全市停工的首都莫斯科目前暂未解除相关要求。莫斯科市长索比亚林要求民众以官方信息为准。另据今日俄罗斯电视台消息，位于圣彼得堡的瓦格纳集团总部大楼已被俄罗斯相关部门执法人员接管，有数名瓦格纳集团工作人员被带走，大楼已禁止出入。俄罗斯警方表示，在普里戈任的办公室内发现了约40亿卢布现金，目前尚不清楚这笔钱的来源和用途。对此，普里戈任在瓦格纳的社交平台中证实这笔钱属于他，并说这笔钱原本用于发放瓦格纳牺牲士兵的补偿金。我觉得这件事情呢，只是暂时得到平息，那么下一步的发展呢，我觉得还有待继续观察。但是有一点可以明确，就是瓦格纳集团呢。它这个作为一个准军事的这样一种组织，它现在几万人的这么一个成建制的部队啊，很有可能它要走向分散化、小型化。至于普里戈任未来的这么一种归宿呢，我觉得这个现在目前还不好说，但至少它不会像现在这个手握重兵，是吧？能够在这个俄乌冲突战场上能够这个指挥一个重大的战役。据悉，这次事件得以快速平息，有赖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先后与俄总统普京以及普里戈任沟通，居中斡旋，终达成协议。据白俄罗斯总统新闻部门通报称，瓦格纳武装叛乱事件发生后，24号上午，普京致电卢卡申科，通报了俄国内局势，两国元首同意采取联合行动。根据两人达成的共识，与普里戈任有近20年交情的卢卡申科，利用己方渠道进一步明确了情况，并与普里戈任进行了持续1整天的谈判。谈判最终达成不允许在俄领土上发生血腥屠杀的共识。普里戈任接受卢卡申科的提议，决定停止瓦格纳部队在俄罗斯境内的行动，并采取进一步措施缓和紧张局势。声明还指出，谈判形成了一份对各方有益且可接受的解决方案，这一方案可为瓦格纳武装人员提供安全保障。当地时间24号晚上9点，卢卡申科再次与普京通话，详细通报了与普里戈任谈判的结果。普京表示支持，并对卢卡申科居中调解提出感谢。
瓦格纳集团当晚同意退兵。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随后就向媒体表示，事件已经得到解决，并没有造成损失。至于为什么选择卢卡申科作为中间的斡旋人，克宫首先高度赞赏卢卡申科的调解努力，并指出这是卢卡申科的个人倡议，他与普里戈任相识已久。克宫同时表示，关于早前对普里戈任的刑事案件已经被撤回，普里戈任也将前往白俄罗斯。而考虑到瓦格纳在前线的战绩，佩斯科夫表示将不会起诉参与叛乱的瓦格纳战士，同时这些战士可以与俄罗斯国防部签署合同。对于外界的疑问，考虑到普里戈任与国防部长绍伊古的不和传闻由来已久，瓦格纳事件是否会影响到普京对绍伊古的信任，佩斯科夫表示暂时还不知道是否会有影响。佩斯科夫同时强调，普京一整天都在克里姆林宫工作，接下来也并未有就此事的电视讲话计划。在瓦格纳集团退兵后，俄罗斯国防部很快在其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张军人的照片。照片中，携带武器的军人坐在装甲车上，标题为“凝聚力与团结”。值得注意的是，在事件发生后表态称瓦格纳是背后捅刀，并派出部队前往紧张地区的俄罗斯车臣共和国领导人卡德罗夫，当晚在社交平台发文称，现在一切都已和平结束，没有发生流血事件，但之前这种事有可能发生。对于任何一个伤害俄罗斯联邦完整性的人，最极端的措施就是压制和摧毁。特约评论员孙兴杰对深圳卫视表示，此次事件毫无疑问会产生连锁反应。从瓦格纳集团一日之内可以向北推进数百公里来看，此后俄国内和俄乌冲突一线的军队部署可能都会出现调整。此外，也会加速俄罗斯重新梳理和组织国内不同性质军队的步伐。从一个更长的时间段来去看的话，大概我觉得，在一线部队随着俄军的部署，可能会逐步发生调整之后，乌克兰对于这个战线的这种反攻或者说的控制可能会有所增强，那么连带着对于美国和欧洲对于俄乌战场这种态势的评估呢，可能也会发生相应的调整。那么对于乌克兰的军事援助的力度或者规模，甚至说方向呢，可能也会带来一定的影响。除了与卢卡申科通话，据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和俄罗斯总统网站介绍，普京24号还同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季约耶夫、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通电话，通报俄国内局势。哈萨克斯坦总统网站发布声明称，托卡耶夫在通话中表示，目前发生的事情是俄罗斯内部问题，宪法秩序和法治是维护国家法律秩序的主要条件，是社会安全和成功发展的基础。据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24号报道，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时称，土方准备为尽快和平解决俄罗斯国内所发生事件尽一份力量。据塔斯社报道，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24号晚间表示，俄罗斯及其领导人普京挫败了一次发动内战的企图。马杜罗还表示，我们在委内瑞拉全力支持总统普京，他是委内瑞拉的兄弟。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当地时间24号公开表达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俄罗斯人民的声援和支持。此外，俄卫星通讯社援引俄外交部消息称，在伊朗方面的提议下，伊朗外长阿卜杜拉希扬当地时间24号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时表示，伊方支持俄领导层在确保宪法秩序方面采取的行动。中国外交部25号晚间对事件表示，这是俄罗斯的内政。作为友好邻邦和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中方支持俄罗斯维护国家稳定，实现发展繁荣。